好久不见了啊！坐这儿啊！来，好，来，不错啊！好日子，高兴，好久不见，好日子。时至隆冬，官家以今节将臣等悉数召入京师，可是有兴大兵之意。诸位兄弟，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？15年前的今日，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南下牧马，杜重威据河北而降，张彦泽兵逼基辅。石家天子吓破了胆，一把大火烧了晋中。朝野之上，人人惶惶不安。依冯令公之嫌，桑相公之志，已不得不忍辱负重，屈膝为臣。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，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喝风吃雪，依城下战，与张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10日有余。彼时，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，岂曾想能有今日乎？官家乃真命天子，六神护体，诸邪不侵。当年跟着官家，纵使在万军中穿插7、8个来回，张彦泽残民之贼，领着一帮乌合之众，又能奈我等何？把东西拿来。来。昔日在陈桥，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，朕方才能有今日。这些年，朕不止一次的想，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，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？官家有福，我等兄弟亦出力不浅。都胡咧咧什么呢？官家沉应气运，天命有归，臣等又岂敢贪天之功啊？这是刘令公的节旗，朕亲手扯下来的，又将它奉于了郭令公，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，前右之变，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。在陈桥，众兄弟将它又披到了朕的身上。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，也发了财，爵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。臣等蒙官家天恩。狗屁天恩！朕做的是天子，是万民之主，与朕相比，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？你是做了史相的，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，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的。兄弟们与朕良多，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。官家言重了，臣等不敢。官家言重了，臣等不敢。今日，朕无以报众兄弟。那这面道旗，大家轮番披上一披，全当富贵共与之。来，官家不可！万万不可！官家，来！臣等不可！臣万死！一面破旗子罢了，值得什么呀？有什么万死不死的？臣等不敢，臣等不敢。唉。
朕今日欲给尔等批，尔等居言不敢。那一日，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批之，尔等不敢也罢，不愿也罢，怕是都不得不批了吧？如刘令公之于太原，如郭令公之于澶州，如朕之于陈桥驿。臣等万死，亦不肯为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！臣万死。罢了吧，朕是过来人，又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批与不批，又岂是自家说了算的？昔日在陈桥，朕若执意不肯批，即便尔等不为以身，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？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，岂是尔等一句不批，便能不批的？乱世宾子，贱命一条，自家死了也便死了。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，父母族众，又有何功？官家所言，实非人臣所能预闻。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，受官家恩惠，委以结款。若真有官家所论之不忍言之事，臣等从一死，不从一死。官家英锐，洞见万里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。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。陛下，诸将并无悖逆之心，翌日纵有差池，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，有生杀人才之权，故得宵小挟持，盖非出于本心。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职衔差遣，弃骸骨，还乡终老。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，弃骸骨，归乡终老。臣等请辞，弃骸骨，归乡终老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，一个个的，何以至此？臣等受官家恩惠，甘愿请辞，请官家明之。臣等受恩深重，甘心请辞，请官家允之。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？赵相公告诉朕，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蒋济，在《万机论》里有所表述：三皇观天下，五帝家天下。皇帝尽三武之德，故曰官家。官家便是天下。朕为太尉时，与尔等皆为兄弟。如今朕做了天子，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。朕不能负尔等，亦不能负天下人。如今天下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？
今天下400军州，有节度使名号75。朕将这些节度使名号合班列举。归德军节度使朕做过，位列首班。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为姚军节镇，位列末班。国朝制度，宰相1岁的料俸是3600名，节度使名位尊贵，每岁料俸较之宰相增业1200名，那便是4800名。也便是说，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1岁的料俸就是4800名，自使每进1班，增岁俸200名。那归德军节度使的料俸是多少19600名。可称得富贵否？此富贵已极，臣等叩谢官家。臣等叩谢官家。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，臣等不敢见其好。若归德军缺职，先班乃是兖州泰宁军节度使，岁俸19400名。此富贵已极，臣等叩谢官家隆恩。臣等叩谢官家隆恩。好。自今日起，节度使的金节、开府、闭关、赋税、刑杀诸权，朕便以这般的富贵，自诸朕兄弟的手中，替朝廷、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。官家仁德，开百岁未有之心，真太平天子也。官家真太平天子也。6月，免泽州、潞州诸县田租池。丁夫给付3年池。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，世宗庆陵敕。8月命宰相岛屿敕。还有总计多少道制敕？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4年9月，计6年有8个月。36道制文，216道敕书，占制敕总数70%。阿平以为如何？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，自唐僖宗乾伏元年至周太祖广顺3年，历6朝14帝，88年间所出制敕，涉及如上述事者，总计不过85道。不及当今天子在位6年的1/3。以及世宗呢，
前朝世宗皇帝御及6年，涉及民生诸事之事，亦不过116道，不及当今天子6年以来的半数。涉及治军、任教、征伐的制敕有多少？当今天子5人出身，然涉及治军、征伐的制敕，6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，不及总数的1/10。你怎么看？阿爹与当今天子相较于微时，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，儿臣不敢妄言。怎么想的便怎么说。穆妃，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，尚不得而知。然就这些制敕而言，至少天子很努力。你与你阿爹说话，何须这般小心？穆妃，我想，阿平的意思是，他是不是好人不知道，可他是个好皇帝。阿平不知道的，你却是知道的。哼，我从来都不知。他那般纵欲的一个人，做了皇帝，竟也如此婆婆妈妈起来。这做皇帝的，不该如此吗？老子曰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”大平说的对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可至少他很努力。这汴京天子真是恩威难测啊！有何难测的？他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什么明白？他不过是说，南唐梨树，皆是他赵官家之赤子。你说什么？昔日唐太宗与李密论棋，就有金角银鞭、草肚皮之语。赵官家成为雄主，定关中，收巴蜀。2个金角在手，若以棋论之，正该提兵北上，扫晋阳之余孽，复幽燕之雄都，以全天下之银鞭呐。却不知这当今大宋天子，应该是唐太宗，还是隋炀帝？天下角边本已不全，李茂贞作乱，关中塌了一桥，16州一守，桑相公又卖了一条边去。天下残破，凡已100年。当年太宗皇帝和李密论的不是棋局，是300年之大唐啊！如今的天下，大唐何在？徐公还不明白吗？那个煊赫沸然、光耀300年的棋局，早就没有了。
是为了龙将军的事吗？薛某不曾提及。宋使此来，究竟是何意啊？陛下，赵官家要召你去汴京。陛下，谢薛师傅，救我！徐卿啊，臣在。尔上奏来朝，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，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？陛下恕罪。万般因由，皆罪臣也。望陛下如天之仁，不要迁罪于我家国主。朕召他入京，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，可他却称病不肯来，这是在疑朝廷，还是在疑朕？罪臣不敢。徐卿自然不敢，敢的是尔主。陛下，我主一向谦恭守礼，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。南唐小国也，甘愿割让州郡，自请降封国号，谨奏世书，唯愿年年称臣，岁岁纳贡，后世子孙绝不叛宋。望陛下垂怜，存我社稷血食。朕说过，江南梨树，亦朕赤子，这是朕的肺腑之言。可惜啊，尔主却听不明白。当初，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：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不知尔主能懂否？陛下，陛下乃有道天子，岂能行无名之兵啊？兵者，凶器也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徐卿亦是久经乱世，当知天下梨树苦分崩久矣。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，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，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，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，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，是农人能安心耕种，匠人能安心做工，商贾能安心经商，士人能安心学习的时代，是勤劳可得富贵，良善能行天下，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间。这是朕要的，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的，更是天下人要的。陛下圣明。以徐卿之见，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？陛下，老臣昏聩无能，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，夷君父以忧惧，夷国民以祸哉，请陛下治臣之罪，明正典刑。
国难当头，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。臣上了年岁，人老较多，请陛下恕罪。宋国立兵秣马，群臣惶然，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。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？臣有上中下三策，为今之上策，请陛下清理土地、军民、钱粮，造册明白，举30州之地，以归宋国，使宋主兵不血刃，抚定江南。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，却不知中策、下策又如何？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，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。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，提调龙翔军，溯流而上，乘其不备，一把火将其周阁焚毁于水寨之中。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记，失了龙翔军，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，亡国之危顷刻眼前。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，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？下策便是割让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，与东南前世联吴越以抗赵氏。为何是江右诸州？不应该是润州、常州、苏州吗？割地联吴越，陛下早就想过。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苏州呢？几十年来，两国交兵，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。你来我往多少年，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。朕想着，若是那吴越肯要，索性就便与了他。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？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。此3州一旦失了，吴越兵船逆流而上，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。届时，宋军在西，与我大军相峙。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，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，要割让江右诸州。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县。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。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，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，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，尽可坐收渔翁之利。退一步时，坐观成败之机。老将军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。老将军不要谦虚，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，兼奉化、镇南2军节度使出属吴越，效孙刘之故事，成2国之盟好，共抗保宋。国家有难，老臣勉力而